神脉会的广场中，现在只留下萧炎、灵动、沐尘等丹神塔一众人，而刚刚与他们激烈竞价的那2位黑衣男子缓缓从他们面前经过，身披黑袍，面罩如影，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如同幽灵般无声无息。萧炎的心头也是微微一紧，他能感受到那2个人身上的那股不同寻常的气息，仿佛是来自黑暗深渊的森寒，让人不寒而栗。萧兄，你有没有觉得这2个人的气息有着很明显的与众不同？灵动轻声开口，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那2个身影，眉头紧锁。萧炎则是闭上了双眼，似乎在尝试着捕捉那2人的气息，而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突然，萧炎猛地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警惕，旋即点了点头，沉声道：“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那股气息充满着诡异之气，甚至似乎有什么不妙的事情即将发生。”萧炎的感知向来敏锐，这种时候他绝不会掉以轻心。随着他的声音刚落，那2道黑衣身影渐渐远去，但那股阴冷的气息却似乎仍旧在空气中徘徊，久久不肯散去。萧炎和灵动他们对视一眼，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在这神脉会上，他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虽然神脉会的规则任何人不敢破，但出了皇国之后那就相提并论了，而他们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此时萧炎的目光也拉了回来，转向了竞拍台上的赤红色火焰之星。那赤红色的火焰之星在萧炎眼中如同活物一般跳动，散发出令人炙热恐怖的气息。他感受到了火焰之星内蕴藏的澎湃能量，那是一种足以撕裂苍穹、焚尽万物的力量。在火焰之星的周围，空气似乎因这股能量而变得极度的扭曲，炙热的波动让万物都感到被焚烧毁灭的感觉。然而火焰之星散发出来的炙热能量波动却是与萧炎产生了某种相呼应的共鸣，这火焰之星总让我有一种特殊的奇特感觉。萧炎呢喃一声，而一旁的沐尘也开口道：“或许是因为萧炎兄所修火道，而火焰之心乃是由大咒间的万火精华所凝聚诞生，与你的火道产生某些引动，可能日后对你在火道上面的造诣也会大幅度的提升，让你领悟更深层次的火道。”但愿是如此。萧炎的眼神从没离开过火焰之心，就仿佛自己被深深的吸引了，待得日后将其融合自己的道心，到时候萧炎的实力修为将会大幅提升，并且还有那道万火玉璧。在这一场的神脉会中，其他人都竞拍到了自己的遗物，而萧炎足足有2个强大的东西，一个是纵横绝功法的下卷，一个便是眼前的火焰之心。这一次不管对萧炎还是对众人来说，都是获得了不同样的收获，而这些收获足以让他们在今后的神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恭喜你们丹神塔又一次夺得最终一轮的获得者。坐在王座上那位神君王的笑声如洪钟般在丹神塔众人的上空响起，他的脸上洋溢着毫不掩饰的笑容，眼中闪过一丝对丹神塔的认可与钦佩。丹神塔再次成为了这一届神脉会瞩目的焦点，他们的实力与荣耀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得到了证明。神君王的笑容中透露出对丹神塔深深的赞赏，尽管神州皇国隐世独立，与外界的势力交流极少，但丹神塔的实力与声望显然已经深刻地印入了他的脑海。内塔之主等人站立在3大君王的前下方，而他声音中带着一丝恭敬之意，拱手道：“3大君王，我们在最终一轮中也算幸运，这一次的对手非常强，如果他们再加价的话，或许我们丹神塔可就输了，超过1000万亿的圣元，即便是我们丹神塔也难以拿得出来。”3大君王坐在自己的王座之上，他们的身姿威严而又从容，仿佛一切尘世的纷扰都与他们无关。而坐在中间的那位神君王微微一笑，他的笑容如同春风拂过湖面，温暖而又让人心安。丹神塔还是一如既往的谦逊，不愧是超神巨擘势力的气魄。他的声音平缓而有力，字字落在场每个人的心上。而且神君王刚刚的每一句话中都是充满了对丹神塔的肯定和信任，似乎对丹神塔的处境并不担心，即便真的超出了1000万亿圣元，他们依旧可以拿得出手。3大君王对丹神塔一阵夸赞，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让他们都带着一丝敬佩和赞许，似乎对于丹神塔有着独特的好感。随后3大君王的目光齐齐转向站在一旁的萧炎，他一袭黑袍，但那身姿挺拔，眼神坚定，仿佛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潜力与力量。这位小友，这道火焰之心现在属于你了。3大君王的话语中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萧炎听到此言，脸上不禁露出一抹激动之色，他的身体也微微颤抖，似乎不敢相信此刻的幸运降临在自己身上。3大君王前辈，那么小辈就收下火焰之心了。萧炎对着3大君王拱了拱手，然后迈着步伐朝着火焰之心的位置走去。萧炎的步伐坚定，仿佛他的心中只有那道火焰之心。而上空的3大君王和那位神脉师惊异地看着他，眼神中满是震惊与不可思议。他这是要直接去触碰火焰之心，他们知道火焰之心并非凡物，它拥有着独立的意识，一股强大而可怕的力量。小友，
你这是要贸然去触碰火焰之心吗？三大君王的声音中充满了担忧。如果你不抹除火焰之心的意识，直接去触碰，那你的生命将会瞬间被其中的恐怖力量所吞噬，极其的危险。然而萧炎只是轻轻的摆了摆手，脸上带着一抹自信的微笑，道：三位君王前辈放心，小辈自有办法。萧炎的声音平静坚定，眼中闪烁着一抹决然。见到萧炎这么说，三大君王也感到无比的诧异，但对方应该也不是鲁莽之人，只能按捺住心中的波澜，静待事态的发展。很快，萧炎的身影穿透了周围刚刚由三大君王布下的那道大阵屏障，来到了竞拍台上。萧炎站立其上，他的目光如炬地盯着眼前宛如在跳动的火焰之心。就在萧炎走出了那道大阵之后，萧炎周身的空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恐怖力量撕扯，炙热的能量如同狂风暴雨般向他席卷而来，试图将他吞噬而尽。萧炎见此，眉头微皱，催动体内的大道神力，顿时间6道神火和地炎应声而出，他们环绕在萧炎周身，形成一道火焰的屏障，抵挡着那股从火焰之心中所席卷出来的恐怖热浪。他竟然拥有6道神火和1道地火，这怎么可能？萧炎的操作直接震惊了三大君王和神脉师，他们本以为萧炎只是火道领悟的比较深，然而却没有发现萧炎的身上竟然有足足7道火焰，而且每一道火焰都是拥有着极其恐怖的力量，将这么多的火焰集于一身，竟然没有被火焰吞噬爆体，倒是引起了对萧炎的格外兴趣。竞拍台上的火焰之心所散发出的能量不断冲击萧炎的火焰屏障之上，就连竞拍台上的空气被剧烈的热浪所挤压，扭曲成了一个个奇特的形状。萧炎的脸庞被火光照亮，他的眼神中迸发出一道金芒，即便是面对如此强大的火焰之心，都不曾有丝毫的退缩。三大君王望着萧炎，他们能够感受到那股炙热能量的威力，却也同样见识到了萧炎不凡的恐怖实力。萧炎也终于成功抵御住了火焰之心的热浪，来到了火焰之心的跟前，他的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护眼之心，瞳孔深处映照着火焰之心的倒影，那是一团跳动的赤红。萧炎伸出自己的手臂，朝着火焰之心而去，他的手如同触碰到了燃烧的流光，指尖微颤，一股炽热而强大的力量瞬间爆发，化作一股赤红色的火浪，将他整个人吞没。在那瞬间，三大君王布下的大阵仿佛遭遇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屏障上出现了第一条条裂纹，随即裂纹迅速蔓延，以一种几乎无法捕捉的速度崩溃而去。随着大阵的崩溃，赤红色的火浪如脱缰的野马，横扫浩大的神脉会广场，狂涌而开，气势汹涌澎湃，似要吞噬一切。不好，这是火焰之心的意识在澎湃。三大君王的面色在赤红火浪的映照下显得凝重起来，他们急忙催动体内的大道神力，双手挥舞间，一道新的防御罩凝聚而成，犹如天穹般笼罩现场的所有人的头顶之上，抵挡着这来势汹汹的赤红火浪的恐怖侵袭。广场上的众人只感觉眼前一片赤红，仿佛置身于万火精华的火海之中，那股热浪让空气都难以逃脱，最终都被焚烧吞噬。而萧炎的身形已经消失在赤红的火浪之中，灵动沐尘以及花仙子云韵皆是露出了一抹担忧之色。虽然他们知道萧炎对火道的造诣极深，但是这火焰之心不比单体火焰，那可以汇聚了万火的精华，就相当于火焰之心乃是拥有万火的所有能量之心。然而火焰之心中蕴含的恐怖能量更加的旺盛，更加不可阻挡。三大君王的防御罩在赤红色的火光猛烈的冲击下开始急速的闪烁着，似乎随时都会被再次冲破。整个神脉会广场此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没想到这火焰之心拥有的意识如此恐怖，即便我们3人合力都难以完全的将其压制。那位小友，萧炎，我现在来救你。花仙子云韵见到这恐怖的火焰之心，心中的担忧愈发更甚，导致让他的情绪有些失控，然而却被内塔之主他们给阻拦了下来，沉声道：别去，现在你就算是去了，不仅救不了萧炎，反而还会让自己受到重创。这火焰之心的意识还在不断的膨胀，即便是大道神力都无法将其压制，我们还是静观其变。我相信萧炎他不会有事的，他也不会在没有自信的情况下如此冒险去触碰火焰之心。在内塔之主的阻拦之下，花仙子云韵刚刚那失控的情绪才稍微有所平静下来。对啊，刚刚太过于担心，导致我的头脑都不够清晰了。冷静下来的云韵深深吸了口气，目光直视竞拍台上的恐怖热浪。